大家好，我是六，我现在是在深圳的新洲村，然后旁边的话是新洲路，这里也是我们对面的话是什刹村。我们上期视频从拍完什刹村，然后这一期视频和大家一起做的，看看这个福田核心城中村的一个新洲村的一个街头景象。这个新洲村的牌坊看起来就很有这种特色，这种历史感。然后这种这个也不是大理石吧，应该就是这种青石牌坊，做得很好。新洲村就相对这个村子就比较大，然后也是一个古村，比较这个几百年的这种古村。像这样的村子最初建立都应该是在明清时期。看一看，没有人吗？有一个兄弟躺在那里，啥意思？然后这边是它这个村子设计倒是还挺那个啥的，笔直的。然后路的话也还相比较这个大路还算宽敞。在深圳这个地方，不能说是阳光多充足吧，但只要不是特别阴暗，就已经算是，我觉得算是不错的一个居住环境了。然后这边街上各种的这种小的那种餐厅，然后还有一些什么理发呀、物流快递呀。这个是什么手机维修啊？采耳洗鼻，采耳38，洗鼻19，采耳洗鼻，传统烧饼。这个村子的招牌，你看他们的招牌全部是统一规划的。我们换一个。到前面我们换一条道路走一下，草原羊肉串。走在这个村子，感觉有点像是走在景区的感觉。这个街面可能都是统一规划的。有小哥睡着了，小哥现在高峰期还没到。我们这边是他们的，这里应该是他们的这里是他们的回迁房吧，像这样的一栋高楼。他之前卖多少钱不赚的嘛？你的排骨一斤那么多，是不是？看一下怎么走。那个大姐，她去哪呢？和我一样没有方向吗？这边让这里应该是他们的回迁房。我们还是往里面走吧。所以就是他当地的这个村民呢，他们自己的回迁房村民搬到回迁房里边住的稍微好一点，然后原本的这个老宅子就把它建成这样的握手楼，然后这个握手楼就用来出租，租给一些外来的一些工作人员，外来务工的人。真正的这个城中村的村民呐，本地的这个村民，那都是身家不菲啊。这里的话，跌打馆。那边坐车
这个里边还是狭小阴暗的。这边这个新洲村这里家家这条街上全是这样的这种外卖的中央厨房，小的中央厨房，这里边应该还有很多。加到多少？我急着跟他说，急着跟他说。这里的话是新洲2街。看路，看路，看路，看路。我们到它这个村子里面再走一下，这个村子里面才能真实反映出这个城中村的一个真实的面貌。这边也是一个一品香牛腩包。这边新洲村这边有个特色，就是他们的这个村子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个体中央厨房，就是全是叫外卖的。这是一个什么手做汉堡，基本上是不对外做堂食，就是专门就是加工外卖，然后呢，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外卖骑手。这个也是，这个是，这个还是海鲜的。这个还有一个，这个厨房呢还可以。这你看雪乡情，全是外卖。这还算是环境不错的，那个刚刚路过那个环境还是不错。但是如果说像这些东坡肉啊，什么香油鸡啊，其实这些都卫生相对都比较难把控的这些。像这边的也是金汤，这里全是整个新洲村里面全是这样的中央厨房。那这也是，这个是麻辣香锅，就是你很难去监管这样的一些中央厨房的一些环境卫生，只能说靠大家自己，靠经营者自己的良心这样子。这边这是。那如果说靠这边街铺的话，这里就是这边就是对外经营的。这里是一个凉菜，这一摊子凉菜。收钱包到账30元。就城中村的饮食还是，如果说这种城中村的饮食的
环境啊、卫生啊还是很难把握。但是因为这个可能跟环境有关系，大家在这个环境中，所以尽量平时吃饭还是少叫外卖啊，尽量自己去熟悉的认为干净卫生的餐厅去吃饭，要么的话就是自己在家里煮，可能都好过叫外卖，然后要那个安全放心一点。这里边也是。然后我们现在走的这个是新洲村，对面的话还有一个，对面的话叫祠堂村，基本上都是这个片区的。德佑，陆河菜饭。所以来这个新洲这边走一趟啊，真的是对自己每天点外卖的那个加工环境啊，真的是更不放心了。本来就担心，实地看过之后，你就知道你的外卖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。这里是新洲的南街，然后我们下一期和大家一起走对面的这个祠堂村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本期视频拍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真实的街景，记得点赞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Leo，我们下期继续深圳这个漫步，拜拜。这是祠堂村。